人人唾弃沼泽药娘，降价率猎户，最后全村后悔感恩。谁能想到全村人人避之不及，满身药味的沼泽药娘竟是忽悠整座村落100年的守护者。英俊猎户不惜背负全村唾骂娶她为妻，本是一场以命换命的交易。待到瘟疫席卷全村，所有人举着火把要烧死他时，真相轰然揭开，一众村民跪地痛哭忏悔。可当初谁又曾给过他半分善意？背后藏着一段令人心酸又震撼人心的宿命往事。这一切还要从清溪村猎户沈浪的遭遇说起。百草山下坐落着一座清溪村，依山傍水，村民世代靠采药打猎谋生。村里的沈浪是远近闻名的好后生，身形挺拔，打猎本领冠绝十里八乡，性子温和厚道，待人热忱，村里不少姑娘悄悄倾妻于他。沈浪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家中虽无丰厚积蓄，母子二人彼此照料，日子平淡安稳，从无争执烦恼。所有人都以为沈浪会寻个温婉本分的姑娘成家，安稳过完一生，谁也料不到一场怪病彻底打碎了这份平静。半年之前，祸事骤然降临，沈浪的母亲染上一种无从医治的怪病。老人皮肤上生出大片青绿色斑纹，摸上去似痒翻心，短短几日便浑身无力，卧床不起，连进食都十分艰难。沈浪心急如焚，跑遍镇上所有医馆，寻访周边方圆100里有名的大夫，所有人查看过后都连连摇头，拿不出半点可行的医治法子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日渐衰弱，气息一日弱过一日，死亡步步逼近。沈浪守在病床边，夜夜难眠，满心绝望，几乎撑不住心中的煎熬。就在沈浪濒临崩溃之际，村里一位常年进山采药的老者站巍巍拉住他，道出唯一一条救命门路。老者告诉沈浪，整片地界唯有南边瘴气沼泽旁独居的药娘有法子化解这种诡异病症。这话一出，沈浪心头猛地一沉，全村上下无人不惧怕这名药娘，各类流言传遍村落，没人愿意靠近沼泽半步。那片沼泽常年漂浮浑浊毒瘴，普通人踏入半个时辰便头晕恶心，久待更是会损耗性命。药娘常年深入沼泽腹地采摘毒草，珍稀药材，皮肤常年被瘴气熏染，透出一层青黄病态色泽，身上萦绕浓重刺鼻药味。村民私下传言他能驱使毒虫，甚至有人谎称亲眼见他与沼泽精怪交谈。平日里远远望见他，村民都会慌忙躲闪，孩童更是哭着四散逃跑，人人打心底排斥厌弃他。救母的念头压过心底的恐惧，沈浪简单备好干粮，独自踏入满是荆棘的沼泽地界。刺鼻瘴气扑面而来，呛得他胸口发闷，沿路草木暗藏毒刺，一路磕磕绊绊，终于看见沼泽深处孤零零立着一间低矮木屋。推门而出的正是传闻中的药娘，她身形单薄，裹着一件宽大粗布旧衣，脸上青黄肤色看着孱弱病态，唯有一双眼眸沉静似水，如同深潭，看不出半分情绪起伏。沈浪躬身讲明来意，只求对方出手救治病重母亲。药娘静静打量他片刻，转身走入屋内，取出一本泛黄老旧药册，翻到记载怪病的页面，淡淡告知沈浪，他母亲所得乃是青苔蛊，蛊毒早已侵入血脉，想要解毒，必须炼制百毒玉髓膏。药娘缓缓说明炼制药膏的凶险，药膏需要采摘沼泽深处上百种毒草，在地底药炉不间断熬炼多日，还要搭配一味独一无二的特殊药引。整个炼制过程步步藏险，稍有疏忽，制药之人便会被蛊毒反噬，化作一滩脓水，损耗大半自身元气，重则丢了性命。沈浪听完心头震颤，望着眼前身形瘦弱的女子，双腿一弯，重重跪倒在地，眼眶通红，苦苦哀求对方出手相救，不论付出任何代价，自己都心甘情愿接受。屋内药炉火苗噼啪作响，安静许久。药娘年迈体弱，气息微弱的父亲从里屋缓步走出，看着跪在地上的沈浪，道出唯一条件。老人坦言，
炼制药膏会严重耗损女儿元气，自己时日无多，放心不下女儿独自守在胸前沼泽。若是沈浪愿意娶药娘为妻，往后一辈子护她周全，他便让女儿出手救人。这番话重重砸在沈浪心上，他看向药娘毫无血色的脸庞，又望向老人满是恳求的双眼，一时失语，不知如何回应。药娘看穿他心中的纠结，轻声自嘲一笑。他清楚父亲唯一的心愿，便是离世前看见自己有一处归宿。沈浪品性端正，重情重义，他愿耗尽自身心血换沈浪母亲活命，也圆父亲最后的念想。这场交易，双方各有所求，十分公平。寥寥几句话语，刺得沈浪心口发酸。他在女子平静的眼底窥见藏得极深的孤独与悲凉，一边是奄奄一息的母亲，一边是眼前命不由己的可怜女子。沈浪心中百般纠结，最终咬着牙重重刻下3个响头，郑重应下这门婚事。沈浪匆忙赶回村中，将自己要迎娶沼泽药娘的决定告知卧病在床的母亲。老太太听闻，一口气险些喘不上来，当场险些昏厥，死死攥住沈浪的手腕，泪水不停滚落，苦苦劝阻儿子，就算自己一命归西，也绝不能让他娶人人唾弃的独女进门，毁掉往后一生。沈浪双眼通红，望着被怪病折磨得不成模样的母亲，扑通跪倒在地，声音沙哑，却态度无比坚定。为保住母亲性命，这门亲事自己非办不可，没有半分转圜余地。这场婚事没有半点喜庆氛围，全程在全村人的嘲讽、诅咒之中草草完成。没有宾客登门，没有喜酒宴席，只有沈浪与药娘2人在老太太的病床前安静拜过天地。成婚第2日，药娘的父亲见女儿有了归宿，心中再无牵挂，安然闭上双眼，撒手人寰。婚后的日子远比沈浪预想中难熬，2层无尽的刁难日复一日压在药娘身上。卧床的婆婆心中始终存有芥蒂，即便药娘亲手炼制药膏稳住她体内蛊毒，依旧满心敌意。药娘每日天不亮便起身熬制药汤，端至床前伺候，老太太却每每抬手狠狠打翻滚烫药汁，滚烫药液握在药娘手背，烫出一片红肿水泡，口中还不停辱骂她是心怀歹意的妖女，妄图毒死自己，霸占沈家。药娘从不辩解，默默收拾地上破碎瓷碗，转身重回厨房，重新生火熬煮新药，手背上旧伤未消，又添新烫痕。村内村民的排挤更是变本加厉，众人不敢正面冲撞身手矫健的沈浪，便在背后肆意议论，诋毁药娘，孩童成群结队跟在他身后，偷掷石子，嘴里不停呼喊毒女，四散躲避。河边洗衣的妇人只要看见药娘靠近，立刻端起水盆匆匆走远，生怕沾染她身上的药气。药娘始终沉默，像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岛，默默承受所有人的恶意，每日操持家务，照料婆婆，余下时间独自踏入凶险沼泽，采摘各类草药，不间断炼制救命药膏。沈浪时常悄悄留意妻子的一举一动，无数个深夜，他看见厨房油灯微光摇曳，药娘手持小刀，轻轻割破指尖，将一滴鲜红温热的心头血滴入正在熬炼的药膏之中。原来药方中至关重要的药引，竟是他自身的精血。他还亲眼见证村东王大婶的孩子半夜突发急症，性命垂危，药娘不计往日村民排挤羞辱，摸黑奔赴王家送去救命草药，事成之后悄然离开，不曾索要半句感谢。一桩桩一件件不断冲击沈浪的内心，他终于看清这个被全村嫌弃、外表带着病态的女子，心底藏着旁人难及的纯粹与善良。最初因责任而生的婚姻，渐渐生出真切动心的情愫。一日傍晚，沈浪从镇上归来，给药娘带回一只朴素廉价的银簪。他抬手将簪子轻轻插进她枯黄凌乱的发丝间，药娘瞬间愣住，这是她活了这么多年收到的第一件首饰，眼眶第一次泛起湿润红意。沈浪直视她的双眼，一字一句郑重许下承诺，往后所有风雨都由自己来守护她。自这天起，
沈浪不再一味沉默忍让，主动站出来为妻子辩驳。再有孩童朝药娘扔石子，他会上前严厉呵斥，登门找到孩童父母讲道理，妇人扎堆议论药娘闲话，他会直言回击，告知众人妻子的善良，他们根本不配知晓。他甚至第一次为了药娘与母亲发生争执，端着药碗跪在病床前，红着眼眶告诉婆婆，碗中药膏掺着妻子的心头血，他是拿自身性命换婆婆平安，就算婆婆不心疼药娘，也该体谅日日两难的自己。老太太望着儿子痛苦的模样，再看向碗中深褐色汤药，心中深受触动。这一次她没有抬手打翻药碗，心底的偏见悄然松动软化。本以为日子能慢慢走向安稳，一场更大的灾祸骤然降临村落。村内接连有人染上和沈浪母亲一模一样的青苔骨，起初只有2-3户人家，短短几日如同瘟疫般快速扩散，家家户户人人自危，整个清溪村笼罩在绝望压抑的氛围之中。此前带头排挤药娘，四处散播流言的村汉，趁全村人心惶惶之际，当众煽动众人，将这场瘟疫的罪责全部推给药娘，声称是他心怀怨恨，暗中给全村下蛊，唯有烧死他，才能消除灾祸，保全村落平安。被恐慌冲昏头脑的村民失去理智，纷纷举起火把、农具，成群结队冲向沈浪家中，口中不停呼喊着烧死药娘。沈浪手持打猎长弓，稳稳立在家门前，如同守门的门神，厉声怒吼阻拦众人，谁敢碰妻子一根发丝，就要先踏过自己的尸体。可村民人数众多，双拳终究难敌四手，眼看人群就要冲破阻拦闯进院内，先居一法之时，药娘平静地从屋内缓步走出。她望着眼前一张张扭曲疯狂的面孔，眼底没有半分恐惧，只剩无尽悲凉，轻声开口，不大的声音清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。他坦言，这场瘟疫并非自己带来，恰恰相反，他与祖辈世代驻守这片沼泽，一直默默守护整座清溪村。沼泽深处镇压着上古流传的瘟疫源头，他的先祖是初代守脉人，依靠家族独有的特殊血脉，吸收压制即将外泄的瘟疫邪气，再将邪气炼制成可救人的草药。外人眼中刺鼻难闻的药味，病态青黄皮肤，都是世代守脉人对抗瘟疫付出的代价。他们外表看似丑陋不堪，却耗尽自身护住整片土地。如今沼泽封印力量日渐衰弱，父亲离世后，仅凭他一人血脉，再也压制不住外泄的邪气，青苔谷便是瘟疫爆发的前兆。在场所有村民听完这番隐秘往事，全都震惊失语，呆立原地。药娘目光坚定，说出彻底根除瘟疫的唯一办法，需要前往百草山山顶采摘九阳石，以自身血脉为媒介，重新加固沼泽下的封印，而完成仪式，自己大概率会耗尽性命。话音落下，瘦弱的他身上仿佛生出一层圣洁柔和的光芒。沈浪听完没有半分犹豫，背上打猎弓箭，紧紧拉住药娘的手，直言要陪她一同前往山巅。二人踏上通往百草山顶的艰险路途，山路陡峭湿滑，山间藏有各类凶猛野兽。沈浪凭借多年猎户经验，斩杀毒蛇，避开流沙险境，始终将药娘护在自己身后。药娘熟悉山间草木药性，一路为沈浪分辨有毒草木，驱散沿途瘴气，一路相互扶持，彼此托付性命。二人之间的情谊在这场生死考验中彻底升华。历经重重艰险，二人终于登上百草山巅，寻到那块散发温暖柔光的九阳石。赶回村落之后，药娘在沼泽边缘搭建简易祭坛，以自身滚烫心头血催动九阳石蕴藏的神力，一道耀眼金光直冲天际，直直射入沼泽深处。原本四处弥漫的浑浊瘴气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金光净化吸收，萦绕村落多日的蛊毒邪气尽数消散。仪式结束瞬间，药娘耗尽全部心血，直至昏倒在地，失去意识。等她缓缓睁开双眼，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熟悉的屋内床榻，
床边站着哭红双眼的丈夫与满心愧疚的婆婆。推开房门，整座院落跪满全村村民，所有人垂着头前来向她忏悔感恩，为往日所有偏见悉灵致歉。往后一段时日，在沈浪与婆婆细致照料下，药娘慢慢恢复元气，常年侵蚀身体的沼泽瘴气彻底消散，她脸上病态青黄皮肤尽数褪去，露出细腻温润如玉的肌肤，原本清秀的五官显露出来，竟是一位容貌清丽、细致脱俗的美人。她凭借一身精湛医术，挨家挨户诊治所有染上蛊毒的村民，彻底根除村内瘟疫，远近村落百姓都尊称她为药仙子。她与沈浪不离不弃、共度生死的故事，在周边10里8乡代代流传，成为一段动人民间佳话。这件事也让所有人明白，真正动人的美貌从不在外在皮囊，而是藏在心底的善良，刻在骨血里的担当。看到这里，不妨点个赞，订阅账号，后续还有更多动人民间故事。祝愿屏幕前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看透人心的双眼，遇见真心相待的良人，家庭和睦无忧，万事顺意平安。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